其实你说2次，当然是我跟他谈了2次，可是2次相隔只几个礼拜而已，那也许2个礼拜，也许3个礼拜，所以只能算是1次一样。至于他的特质，我在自传里头也讲无论是他的品格、他的视野、他的专业，什么我都很佩服所以当然这个只是初步的接触而已老实说，假如他有兴趣的话，结果是他没有兴趣了，他有工作，我才最近才跟他又谈起这个，我是经过他同意让我发表在自传，我才写的。其实即使他那个时候2013年吧，好像表示有兴趣的话，其实接下来的要过的关也是不少例如他是有相当大的这个技术股的好像是7.5%，就是 Intel 的，不是 Intel，NVIDIA 的7.5%，这个是有责任，应该是有责任的，那个是难道就会啪就走掉嘛？即使是可以走掉，那这个7.5%的 NVIDIA， 我们是不能让它，台积电不能让它保留的，知道吗？那保留的话，又做这个台积电的 CEO 的话，他就会偏袒这个。我是没有任何这个重要客户的股票了，我自己。您在那个下册里面那个 page 540页里面曾经提过，你被有一个人拒绝做读董，那个人就是以前在 Craig Barrett， 他是第四个 Intel 的 CEO， Intel 历史第4个 CEO。Craig Barrett 是一个我很喜欢他这个。他当时虽然是那个理由拒绝了你的，因为他觉得他一生是就在 Intel， 将来 Intel 跟台积电变成竞争者的话，他就非常的为难。那么假设是现在这个状况的话，你觉得台积电有可能要再邀请他吗？不会，现在这个已经过去了。这个是我邀请Craig Barrett 是98年。No， 没有98年，是因为是98年，但98年附近也许是99年因为我很记得 Carly Fiorina 的反应他不反对我要邀请这个 Craig Barrett， 当时当这个 Craig Barrett reject 了大家别的独立董事都觉得很可惜。卡里说 ：“We are doing well without him, Morris 。”呀，所以那个是2000，我想是09年左右，0910了是。好，接下来另外一个也是大家很常，就是关于三星。你在书里面也提到。跟这个三星，但当然现在三星的这个，你当时形容这个媒体讲说是你把 Intel 跟三星是2个大700磅的这个大猩猩，当然现在的这个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啊。那在这个跟三星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当然您刚刚也提到就是一个记忆体致命的诱惑，那个时候李健熙是董事长。诱惑跟野心的致命交集并不是致命的诱惑。OK， 在书里面你这个后来这个当然这个事情过去之后，你有讲了一句话，你说这个跟三星的合作当然是
当然是不知道的魔鬼。对，不知道的魔鬼，也许比知道的更险恶。这个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一个英文成语，我翻译的不好。这个原来是 "The devil we don't know may be worse than the devil we know"。那我把 devil 翻译成魔鬼，其实就引一句话吧，有那么严重吗？devil 一定会是翻译成魔鬼。devil 英文的 devil 其实是没有像中文的魔鬼那么严重呀，所以我翻译的不好。不过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我的意思在那自传里头，就是本来三星的这个社长会长李健熙就是本来就说嘛，你要做记忆体，你自己做不成的，你还是跟我们合作。那我用这句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跟他合作恐怕也是不太好的。那我现在都还是这个意思，都还这样认为的。那您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说您觉得在这个三星现在变得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的观察是不是有哪些关键性的决策是错误的？这个我不清楚。我想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好像是有技术的问题所以不是什么策略的是技术的策略的是有问题我想总之是技术的问题了并不是什么行政的策略的问题。行政策略可能也只看韩国是现在好像是乱得很我这个绝对不会太帮助了，绝对不会太帮助一个公司的这个经营的了不过我所知道的是主要的还是技术问题。第三类的问题呢，比较牵涉到就是现在非常大家熟的这个辉达的黄仁勋，你在书里面也提过2次，希望他能够问过他愿不愿意到台积电来。那当时你一定觉得他有一些什么特质是非常特别的，可以做这个 leader。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他有哪些很好的特质？其实你说2次，当然是我跟他谈了2次，可是2次相隔只几个礼拜而已，也许2个礼拜，也许3个礼拜，所以只能算是1次。至于他的特质，我在自传里头也讲无论是他的品格、他的视野、他的专业，他是第2代半导体的。我刚刚说我跟 Noyce 啦、Moore 啦是第1代，我们第1代半导体的人就是怎么做 IC 我跟 Noyce Moore 连 Andy Grove 都是这样子那第2代是主要是 computer scientists， 他们是在想怎么 design 这个怎么 design 那黄仁勋就是第2代，你也可以说他也许是第3代，第3代也是 computer scientist 所以这个就他的特质怎么样因为我跟他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是认识他10几年了嘛，所以我对他的视野啦、品格啦什么我都很佩服所以当然这个只是
初步的接触而已。老实说，假如他有兴趣的话，结果是他没有兴趣了。他有工作，我才最近才跟他又谈起这个，我是经过他同意让我发表在自传，我才写的。这个我其实他其实问了这个西会不会在乎啊？我说我想他不会在乎。Anyway， 他的特质我想是其实即使他那个时候2013年吧，我想表示有兴趣的话，其实接下来的要过的关也是不少例如，它是有相当大的这个技术股的，好像是7.5%，就是 Intel 的，不是 Intel，NVIDIA 的7.5%。那这个是不是会有时间过了？还有时间啊？没有过。OK， 我在讲。你刚刚在讲黄仁勋。那这个有7.5% 的技术股NVIDIA 的是7.5%，全部股数的7.5%，这个技术股那个。那这个是有责任，应该是有责任的。那个是难道就会啪就走掉嘛？即使是可以走掉，那这个7.5%的这个 NVIDIA， 我们是不能让它台积电不能让它保留的，知道吗？那保留的话，又做这个台积电的 CEO 的话。他就会偏袒这个，我是没有任何这个重要客户的股票的，我自己，因为要对大家公平嘛，所以即使他是可以离开NVIDIA， 又保留这个，我们也不能让他保留，这又说，总是问题也蛮多的这个我想Jensen我想也知道，所以他就第一次接触，他就说：“哎呀，不要再走下去了呀。”好，谢谢。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人在问说，你这个日记只写到2018年，但是现在大家讨论你的日记，你的自传写到2018年，对，然后事实上现在火红的这个所谓地缘政治啊，发生很多事情是在2019年以后。问你可不可能还有第3册？没有啦，我退休了就退休了，退休就退休。这个我当然有台积电有自从我退休之后。有新的问题，就是 geopolitical 的问题了，但是我当然也有我的意见，可是我不越俎代庖了 ，OK， 让现有的人做决定。既然不越俎代庖，何必写呢？对不对？对，我没有那个样子的作家梦 ，OK。